脖子长出果树究竟能有多恐怖？女孩惊恐地摸着脖颈处冒出的一棵小树。私は空っぽになるのよ。作为一名发了236条视频，却只有2.2万粉丝的影视解说博主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伊藤润二的代表作《血玉树》。女主加奈跟着男友安西来到郊外处理工作，谁也想不到命运的拐点就在荒山野岭里降临。两人开的车在杳无人烟的盘山公路抛锚，四下万籁俱寂，手机信号完全中断，根本联系不到外界求助。万般无奈下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大山深处走，希望能找到一户人家借宿过夜。在坑洼难走的山路跋涉整整1小时，两人早就累到体力透支。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，前方出现几名小孩子，本以为是遇上救星，可加奈越看越不对劲。这群孩子神情僵硬呆滞，眼神空洞麻木，一点孩童该有的灵气都没有。じゃあ道に出るにはどっちに行けばいい？空旷山谷里飘来他们的笑声，听得人后背一阵阵发凉，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。加奈拽着安西转身就要跑，但一切都太晚了。看着瘦小的孩童爆发出野兽一般的速度向他们扑了过来，手里还攥着长满尖刺的藤蔓，狠狠抽打在加奈的脖子上。安西怒火中烧，正要上前反抗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浑身发冷。这群孩子仿佛被血腥味吸引，死死盯上受伤的加奈。一番拼死缠斗，他们才侥幸脱身，捡回半条性命。此刻两人都已经筋疲力尽，加奈脖子上的伤口还在不停流血，急需处理消毒。他们跌跌撞撞间闯进一座死气沉沉的古旧村落，这里安静的可怕，听不见犬吠鸟鸣，连一丝风声都感受不到。放眼望去，全部是破败腐朽的木屋，一看就荒废许久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房屋墙面上到处都是早已干涸发黑的血迹，路边的泥坑里甚至还能看见带着头皮的一缕头发。恐惧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攥住两人，可加奈脖颈的伤口持续出血，再不处理很快就会发炎恶化。他们别无选择，只好压下心底的害怕，挨家挨户敲门求救。总算有一扇门被缓缓打开，开门的男子面色惨白，神情格外平静。僕たちこの先の道で車がダメになっちゃって、すみませんが電話を貸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？あいにく電話はないんですよ。それよりそちらのお嬢さん、血が出てますよ。途中で変な子供たちに噛みつかれたんです。あの連中ですか。とにかくその傷は手当てした方がいい。中に入りなさい。把狼狈的两人请进屋里，熟练地帮加奈处理伤口。也是在这里，他给两人讲起一段关于执念与诅咒的往事。从前，这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女子，受诅咒折磨，最终割破了自己的动脉。她的爱人慌乱不已，情急下直接用嘴为她吮吸伤口止血。可谁能料到，这一举动开启整场噩梦。被嘴唇触碰过的伤口，非但没有愈合，反倒在皮肉下生根，冒出一颗带着邪气的小树苗。树苗靠着女人的血液滋养，飞速抽枝长叶，愈发繁茂。与之相比，女子的身体被树木疯狂掠夺养分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衰败，到最后整个人彻底消融，血肉骨骼融进树干，变成一棵人形怪树。亲眼目睹这般诡异恐怖的变化，男子没有毁掉这棵树，在他扭曲的认知里，这棵吸尽爱人鲜血的怪树就是女友灵魂的寄托。他就这么偏执地守着这棵树，自欺欺人，仿佛爱人从未离开。半夜，安西猛地从睡梦中惊醒，而身边的加奈凭空消失不见，巨大的恐慌瞬间笼罩住他，于是快速下床，才发现地板上出现一条条血迹，顺着地上延伸的血迹找到一处隐秘地下室，里面的场景成为安西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。这里像一座人间炼狱，房间挂满一颗颗通红的果子，每一颗都像鲜活跳动的心脏。更惊悚的还在后面，地面充当树木养料的泥土居然传出说话声。原来男子口中凄美的爱情故事，仅仅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。这片会说话的泥土，就是曾经居住在此地的村民。他们拼尽最后力气告诉安西，这名男子根本不是什么深情的人，他是彻底沦为丧失理智的恶魔。为了供养那棵女友化成的血玉树，他抓捕无辜的活人当成树木的养分。那些心脏一样的红果子就是诅咒的根源，吃下果子的人可以苟活，但会彻底失去理智，沦为怪物。可如果拒绝食用，身体就会慢慢枯萎，最后化为朽木，变成孕育果实的肥料。安西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强撑着逃回房间。这时加奈已经回来了，但状态差到极点。天刚亮，两人就立刻逃离这恐怖的村庄，可加奈早已油尽灯枯。更绝望的事情接踵而至，安西低头看见手上长出一颗血红色的果实，生死关头，村民的告诫一遍遍在脑海回响。一道无比残酷的选择题摆在两人面前，是守住仅存的人性，还是在枯萎中迎接死亡？还没等安西想出答案，加奈就拿出红色果实大口啃咬起来，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，也为两人的命运画上悲剧的句号。故事到这里也就此结束。